煮银耳羹时，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，难怪银耳不出胶，出锅也不好喝。教你一招，15分钟迅速出胶，汤汁粘稠顺滑，好喝有营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有句俗话说，外行人吃燕窝，内行人吃银耳。进入秋冬，天气越来越干燥，总觉得嗓子、鼻子干、口干、皮肤干，这是时候吃点银耳真的很舒服，妥妥的对付秋燥，还对肺特别有好处。尤其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，来一碗甘甜滋润的银耳粥可太养人了。可是不少朋友们都不会煮，做出的汤银耳是银耳，汤水是汤水，清汤寡水不出胶。下面我就分享我是怎样做银耳羹的。要想煮出好羹，就要有好的食材，银耳品质不好，怎么也熬不出好羹的。选银耳一定要选择朵大体轻还很疏松，肉质肥厚，颜色金黄，有光泽，没有黑点的银耳。银耳还要加浸泡这一步，银耳只有充分泡发好才更容易出胶。泡发银耳用水也是关键，要用温水或者是凉水，不要用开水泡。开水泡银耳虽然快，营养也容易流失。银耳用温水浸泡需要2个小时左右，冷水浸泡则需3个小时左右。银耳泡发好之后，就是像视频里这样完全嫩白的样子，都张开膨胀了。这个时候用手摸一摸，银耳 QQ 弹弹的，就说明已经泡发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将银耳撕成小朵，根部微微泛黄的部分还是比较硬的，这部分我们可以将它去掉。再把银耳用刀切碎，越碎越好的，煮出胶质的概率越高，煮得越发粘稠，这是第一个要点。银耳下锅煮的时候，银耳的分量同清水的比例应该控制在1:3的样子，也就是1份银耳添加3份清水，这样煮好的银耳胶质浓，口感也是最好的。炖银耳汤时，大家最好用热水炖，热水可以使银耳中的胶质快速的变软，而变软后的银耳接触到滚沸的开水，大量的胶质会溶解在水中，从而使银耳汤喝着非常浓。炖银耳汤时，不需要一直开着火炖，将银耳炖5分钟后，一定要关小火。此时利用锅中的蒸汽，使银耳快速的变软，这样不仅能保留银耳的香味，还能使银耳炖出来的胶质更加的粘稠。接下来把盖子盖上，开始煮银耳汤就可以了。大火烧开后不用管，继续保持大火煮上5分钟，这时候把盖子掀开。把我们准备其他食材，准备几颗红枣，放入小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来点面粉，我们抓一抓，把红枣清洗干净。红枣沟壑的灰尘杂质很多，我们用面粉洗，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，可以把红枣沟壑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，这样清洗过后的红枣特别的干净，吃着更放心。红枣是一种滋补佳品，像平时女性朋友们搭配着银耳一起吃，可以很好的滋养我们的皮肤，使我们的皮肤红润有光泽。每天吃几颗红枣，泡水煲粥直接吃都不错。红枣它的营养价值很高的，像坚果一样，所以要多吃一点，多抓拌一会儿，洗至水变清，再换几遍清水洗一洗就可以。准备一把枸杞也是一样的，加入一点温水，再来一点面粉洗一洗。枸杞形状和红枣一样，有很多的沟壑，会藏有很多的杂质灰尘。
因为枸杞生长在树上，与大自然接触，晾晒的过程中自然晾干，这样会产生一些灰尘，在吃之前要洗。虽然有写的是免洗的红枣、免洗的枸杞，但也要洗干净。中年男人不得以保温杯里泡枸杞，说明了枸杞是一种营养滋补的食物，尤其是男性，到中年之后，每天都要泡一把枸杞，或者是直接吃一把，养生保健的效果很不错的。准备几颗莲子，放入清水中抓拌，把莲子洗干净。我们购买莲子的时候要注意点，不要买着比较黄的莲子。莲子有一点是飘白飘黄，尽量选择颜色适中，不黄也不白的。再看一下莲子里面有没有绿心，这绿心很苦，不要食用。再来淘洗一把小米，我们在购买小米的时候，尽量选择比较黄的，这样的小米粥米油比较多，更有营养的。今天我们搭配着银耳煮小米煮银耳粥，味道很赞。因为小米煮过之后黏糯好喝，搭配着银耳煮成的胶质，口感多层，营养更丰富。抓洗干净，小米很干很脏，看一下这个灰尘，这个水已经浑浊，搓干净即可。搓小米的时候动作慢一点，不要把小米抓破，抓破营养会流失。小米是金黄的，色泽很诱人，哇，好漂亮。小米是黄色的，黄色对我们脾胃比较友好。倒入锅里一起煮，看下锅里这时候还是没有胶质的，不用担心，我教大家一招，立马出胶。拿一把勺子，直接放到锅子里，开始不停搅动。搅动的速度越快越好，越快就越容易出胶，很快就能看到里面的银耳汤，从原来很稀的状态，变成很粘稠的状态了。用勺子快速搅动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重新盖上盖子，继续炖上10分钟，或者几分钟也可以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煮好先开盖子，冰糖也放进去，搅拌到融化，这样就可以舀出来开喝了，香浓粘稠，特好喝又有营养。秋冬进补，除了大鱼大肉外，有一种干菜一定不要放过，就是被民间称为山珍之一银耳。作为军中之冠，银耳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、多糖以及钙、锌等矿物质，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菌类食材。要说银耳最美味的吃法，当然是炖一锅软糯香滑、胶质满满的银耳羹了。送一勺放嘴中，香滑粘稠的口感和质地在舌尖环绕，感觉每一口都是营养。有条件隔3差5吃上一碗，对身体好处多多。以后学会了这个方法熬煮银耳粥，又好喝又营养，做法还非常简单的，出去摆摊卖银耳粥都可以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